你竟然也掌握了这守护阵法的力量！血雾天尊声音之中都涌现着他的震惊。他已经发现楚风挡下他的攻势，乃是凭借守护阵法的力量。尽管难以置信，但楚风的确掌握了守护阵法的力量。很意外吗？也对，毕竟身为阵法主控者的你都没有发现，我也掌握了阵法的力量，并且成功融合了这守护阵法的力量。所以你是老了吗？怎么越来越不中用了？之前的你可没这么不堪一击。楚风说道。你认识我？我们之前见过。血雾天尊眉头皱起，他再度仔细打量楚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也不怪他，毕竟楚风伪装了自己的面容，这是一个全新的脸孔。血雾天尊不认识自然正常，卑鄙无耻的血雾天尊，我当然认得。楚风讽刺地说道。听闻此话，血雾天尊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也笑了。本以为我的布局近乎完美，可以轻松拿到龙脉本源石，不曾想半路却杀出了一个你。我若没有猜错，你早就看穿了我的意图，你本可以躲在暗处坐享渔翁之利，但你看穿了我这阵法的意图。你知道我若成功融合了此处的守护阵法，你将无法与我抗衡。你是故意现身，假装帮我们，实则是暗中夺取阵法的掌控权，融合阵法的力量。老实说，你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夺取这守护阵法的力量，真的很让我意外。不过可惜，阵法的主掌控者乃是我，所以哪怕你我都掌控了守护阵法的力量，但力量的差距也是有弱有强。你是一个人才，不过可惜你遇到了我。血雾天尊的这番话虽然是在夸赞楚风，但实际上却也是在夸赞自己，因为当他此话落下之后，那白色气焰如千军万马一般在其身后涌动，那阵势极为凶悍。血雾天尊不是自夸，他的确掌握了极为强大的力量。不过面对这般强大的血雾天尊，楚风却淡淡一下，是吗？此话落下，在楚风身后竟也涌现出白色气焰，那白色气焰同样是守护阵法的力量，只不过楚风的守护阵法力量比那血雾天尊的力量还要强横许多。你这家伙！转眼间两股力量已经碰撞到了一起，但血雾天尊却是明显难以支撑。楚风所掌握的守护阵法的力量比他还要强横许多，这让血雾天尊难以接受。你果然不同凡响，你这样的人不该籍籍无名。说吧，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何方神圣？血雾天尊凝声问道。你会知道我是谁的，但那是你将死的时候。楚风说道。可谁曾想，对于楚风此话，那血雾天尊却忽然大笑起来。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你的戒灵之术在我之上，我若没有猜错，你应该至少掌握了龙变之感第2种。不过可惜你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你不知道我的底牌到底有多强横。血雾天尊此话说完，便手腕一转，一把血色浮尘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血色浮尘一现身，那守护阵法的力量竟然变得更为强大。此时他的力量竟然比楚风的守护阵法力量还要强大。原本已经绝对劣势的血雾天尊，此时竟形成反扑之势，开始压制楚风。又是那把浮尘，看到那血色浮尘，楚风目光变得凝重。当初在斩妖大地幕的时候，楚风和密洞群圣占尽先机，掌握了斩妖大地幕的力量，但血雾天尊身为后来者，却也同样掌握了斩妖大地幕的力量，甚至他所掌握的力量还远在密洞群圣之上。若不是楚风出手，密洞群圣当日便全部惨死在了这血雾天尊的手中。血雾天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凭借手中的这把血色浮尘。楚风知道这血色浮尘一定是一件罕见的至宝，血雾天尊能够纵横各个遗迹，占尽先机，想必靠的就是这把血色浮尘。这把浮尘不错，不过可惜跟错了主人，从今日开始就让我来做他的主人吧。楚风说话间，身上便散发出金色的气焰，紧接着九龙圣袍的光华也是浮现而出。下一刻，楚风那守护阵法的力量竟再度增强。你这家伙果然有至宝在身。血雾天尊已经看出楚风身上的九龙圣袍是罕见的宝物，因为当九龙圣袍发力之后，楚风说掌握的守护阵法力量已是与血雾天尊所掌握的阵法力量不分上下。不过血雾天尊并未认输，而是咬紧牙关，施展全力来与楚风抗衡。二者抗衡之下，很快发生了变化，不仅周遭的大地开始撕裂，更是有死亡的气息开始弥漫开来。很快，楚风和血雾天尊的身体竟然开始出现裂痕，大量的鲜血不断自二人碎裂的身体之中溢出，痛苦弥漫的同时，死亡的气息更是随之降临。停手吧，今日到此为止，不然我们都要死。血雾天尊眼见不妙，只得开口讲和。血雾，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这么怕死，怎能成大器？楚风说道。你这混蛋，那龙脉本源石我不抢，将它归你还不行吗？血雾天尊干脆认输，他真的不想继续下去了。此时他的肉身已经近乎面目全非，就连灵魂都遭受了波及。这守护阵法的力量太强了，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可面对已经认输的血雾天尊，楚风却是忽然笑了。你笑什么？快住手，不然我们都要死！血雾天尊大吼道。可谁曾想，楚风却依旧不慌不忙。尽管此时的楚风也早就面目全非，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楚风却再度发出了冷笑的声音。龙脉本源石我要，但是你的命我也要。龙脉本源石我要，但是你的命我也要。楚风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丝毫没有退缩之意，就是要与血雾天尊分个高低。血雾天尊气得咬牙切齿，眼下这守护阵法的反噬，正是因为楚风和血雾天尊的对抗所引起的。若想解除这反噬，必须两个人同时收手才行。若是楚风不配合，血雾天尊自己收手，反而会被楚风的攻势所抹杀。这种情况下，让血雾天尊非常的惆怅，同时也是非常的愤怒。好，你想死
老夫成全了你，今天谁都别想活！盛怒之下，血雾天尊发出了怒吼，他开始全力催动守护阵法的力量，向楚风发动攻势。他是真的怒了，因为他的全力攻势只会加强那守护阵法的反噬。不过楚风本来就没打算就此罢休，又岂会惧怕这血雾天尊的全力攻势？于是楚风也是不甘示弱，继续催动守护阵法，是要与血雾天尊分个胜负。伴随着二者对抗的持续，那反噬的力量也是越发强横。在反噬力量的摧残之下，楚风和血雾天尊的肉身已经彻底溃散，二人只剩下灵魂体进行支撑，就连灵魂也遭到了冲击。这种情况下，二人连意识都开始渐渐模糊。可就在灵魂受到冲击之际，原本势均力敌的战况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机。因为身体不断损耗，痛苦席卷全身，血雾天尊的意志力开始减弱。这种情况下，他对此处守护力量的掌控力也开始减弱。但是楚风的掌控力却并没有变弱，所以楚风的攻势越发凶猛，而血雾天尊则是难以支撑。终于，血雾天尊彻底失手，他的守护阵法力量已是溃不成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虽催动的守护力量向他冲击而来。白色气焰如千军万马，更似亿万猛兽，开始对血雾天尊发动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血雾天尊也是发出阵阵惨叫。一番攻击之后，血雾天尊的身躯开始消失。在击溃血雾天尊之后，楚风也是扑通一声瘫倒在了地上。此时的楚风只剩下了灵魂体，就连灵魂体都是摇摇欲坠，似是随时都会崩溃瓦解。楚风已经非常脆弱，甚至到达了将死的边缘。他能够支撑到这一刻，完全是凭借他强大的意志力。于是楚风开始转化守护阵法的力量。这守护阵法的力量原本是非常强横的攻击力量，不过楚风却可以将它转化为治疗的力量。楚风的伤其实都是被守护阵法所伤，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若要疗伤，守护阵法的力量显然才是最好的良药。而楚风赌对了，楚风运用自己的结界之力转换守护阵法的力量后，收到了奇效。随着白色气焰不断的融入楚风体内，楚风的身体开始恢复。但守护阵法的力量，由于先前楚风与血雾天尊对决之时已是消耗大半，此时所剩无几，所以这所剩无几的守护力量也是被楚风彻底耗尽。不过幸运的是，楚风的伤势已是彻底治愈，这堪称奇迹。楚风伤愈后便站起身来，仔细的观察四周。起初楚风是有些兴奋的，只是一番观察之后，却是眉头微皱，目露失望。那些宝物就这样被吞噬了吗？楚风之所以失望，乃是因为先前那些人因未能破开幻象阵法，被守护阵法所杀，他们死后便被守护阵法所吞噬，不知所踪。而他们死了无所谓，但他们的身上定然有着不少宝物，毕竟无论是戒灵师还是各方势力首领，都是有些来头，他们的身上不可能没有宝物。楚风本以为这守护阵法力量彻底消散，那些被吞噬的宝物也会浮现，不曾想竟然没有浮现，就好像被炼化了一样，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居然还活着。可是很快，楚风眼中涌出一抹意外，随后看向了前方的一处空地，紧接着楚风手掌探出，顿时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扑杀而出，落到了楚风所望的方向。结界之力落下之后，便有一声惨叫传来，与此同时还有着一道身影浮现，那竟然是血雾天尊。血雾天尊虽然伤痕累累，极为虚弱，但他却并没有死，而他之所以没有死，乃是因为有着一层血色气焰附着在了他的身体之上。那血色气焰正是源自血雾天尊手中的血色浮尘，我那样的攻势都能被救下来，这浮尘还真是一件宝物。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想要这浮尘，我给你，我将它给你。”血雾天尊说话间，便将手中的血色浮尘丢向楚风，果然是宝贝。楚风接过血色浮尘，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看向血雾天尊，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不过你可别以为我会放过你，别杀我，我把我的宝物都给你，都给你。血雾天尊说话间，取出多个乾坤袋，随后全部丢向了楚风。楚风将那些乾坤袋接过后，还观察了一下。这一观察不要紧，就连楚风都是非常的意外。尽管早有准备，但他还是被血雾天尊所珍藏的宝物所惊到了。这血雾天尊简直就是移动的宝库，这些我就收下了。不过你的这些宝物对你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吧？楚风问道。自然珍贵，那可是我花费了一辈子收集而来，求你放过我吧，我把我的所有都给你了。血雾天尊都快哭出来了，说话间竟然拖着那虚弱的身躯，开始向楚风磕头作揖。爷啊，既然他们对你来说如此珍贵，那我怎么好放你离开呢？今日你的这些宝物我都收下，但你的命我也要收下。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听到这句话，血雾天尊想死的心都有了，到底是多大的仇怨，你竟非要置老夫于死地？猛然间，血雾天尊发出了咆哮，只不过他的咆哮却非常的无力，且充满了不甘，因为眼下的他已是无力与楚风抗衡，若楚风要杀他，他还真就是必死无疑。什么仇，什么怨？你难道不记得斩妖大帝墓内和诸天门前的修罗了吗？楚风问道。听得此话，血雾天尊便神色大变，随后再度看向楚风，就连声音都变得颤抖。竟然是你，看来你还记得我。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而他的笑容也是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竟然真的是你，你的进步怎么会如此之快？血雾天尊很是惊讶地问道。他自然记得那个修罗，可是那修罗虽然厉害，但在他的印象中，其戒灵之术乃是不如他的，但今日的他却完完全全被对方所超越。也许这就是天赋吧。楚风耸了耸肩，看来老夫今日还真是要命尽于此。当得知对方乃是那个修罗，血雾天尊便知道他无论怎么求情都是没用，毕竟他
他当初对修罗做过什么，他心里清楚。不过老夫宁愿死在自己手中，也不会死在你手中。修罗，你记住了，老夫就算是做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血雾天尊怒骂一声，随后手掌摊开，竟向自己的胸口猛然拍下。手掌落下，掌力荡漾，只听砰的一声闷响传来，那血雾天尊的身躯便化作一片血雾。与此同时，他的生命气息也在此刻尽数消散。血雾天尊竟真的自己了断了自己。只是当亲眼见到血雾天尊自杀之后，楚风却是笑着摇了摇头，那笑容之中尽是讽刺的意味。血雾天尊，认命吧，垂死挣扎是没用的。难道你现在还没有发现我的戒灵之术在你之上吗？你搞这些花样有何意义？楚风说话间，手臂一挥，顿时耀眼的金芒自其袖中掠出，融入那片血雾之中。金芒融入血雾，便立刻有了变化。没过多久，在那血雾下方便有一道身影浮现，那人正是血雾天尊。原来血雾天尊乃是诈死，你这畜生，当真不给活路！血雾天尊再度浮现，真的都快哭了出来。刚刚的手段乃是保命的手段，是他最后的手段。他很清楚，这一招都被识破，那他当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当初你是如何折磨我的朋友的？今日你可要如数奉还！楚风说话间，眼中流露出一抹狠色，紧接着那金色的结界之力便开始变化，化作一道道利刃，进入了血雾天尊的身体之中，在血雾天尊的身体内来回翻腾。呀，这种情况下，血雾天尊也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的灵魂正在遭受摧残。那是酷刑，此等酷刑的程度，无异于是凌迟处死。只不过正常的凌迟乃是割掉肉身的血肉，一点一点割掉，直至露出白骨，直至死亡。但楚风这凌迟却是针对血雾天尊的灵魂，将他的灵魂一点一点的抽离。可众所周知，修武到达一定境界，肉身已可以舍弃，真正的根本在于灵魂。所以此时楚风对血雾天尊的折磨，可比肉身的凌迟还要难以忍受。你这心思歹毒的畜生，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我血雾天尊就算化作怨灵，也要咒你一生！血雾天尊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发出咒骂的声音。可是对于这种咒骂，楚风不仅不怕，反而有些想笑，因为那是无力的咒骂。但凡有能力，血雾天尊也不会如此。可当初的楚风面对血雾天尊可没有这么轻松。此时看到血雾天尊的这个模样，不正彰显了楚风的成长吗？所以隐隐间楚风还有些得意。又一座高山被自己翻越了过去，竟然是你这个小畜生！可忽然间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有着8道身影立于远处的虚空之上，正凝视着楚风。这8个人先前应该是隐藏了气息，所以他们靠近楚风才会毫无察觉。但偏偏这8个人楚风认识，他们正是与龙道之结盟的那4个势力首领，以及他们邀请来的戒灵师。之前他们被龙道之赶走，不曾想在此处竟又相遇。最重要的是，他们那看向楚风的不善目光，让楚风意识到了一件事。糟了！楚风观察了一下此时的自己，顿时心中一紧。本来楚风已经变换了面容，这些人就算见到楚风，也应当认不出自己才对。可是刚刚楚风遭受那守护阵法的反噬，肉身碎裂。而当楚风为自己疗伤之时，全部精神力都投射到了对守护阵法的掌控，以及对自己的疗伤之中。所以楚风根本没有进行伪装，导致自己肉身恢复，伤势痊愈之后，恢复的乃是自己本来容貌。所以这8个人一眼就认出了楚风。小兔崽子，你还真是心狠手辣，竟用如此手段折磨他人，连个痛快的都不愿意给他。那4位势力首领中的老妇人说道，他们看到了楚风，自然也就看到了遭受折磨的血雾天尊，并且他们也都看得出来，楚风折磨的手段极为残忍。于是他们对楚风有了新的看法。这个来自祖武星域的小鬼，也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大人，你们仔细看，那位好像是血雾天尊。可忽然有一位戒灵师指着血雾天尊惊呼一声。血雾天尊听闻此话，众人赶忙观望，而仔细观望，他们皆是大惊，好像还真的是他。血雾天尊怎么会？因为一些事情，他们与血雾天尊都是有过一些交集的，所以哪怕血雾天尊此时已是灵魂状态，但他们还是认出了血雾天尊。只是当确定那位惨遭折磨之人就是血雾天尊之后，他们就更加意外了。正因为了解，他们才知道血雾天尊的实力，尤其是戒灵之术方面，血雾天尊的力量那是得到过他们认可的。尽管楚风的结界之术他们也知道很强，但他们真的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强到连血雾天尊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兔崽子还真是人才。再度看向楚风，那4位势力首领皆是忍不住发出了感慨。抛开阵营不谈，恩怨不谈，楚风的实力他们却也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来自祖武星域的小鬼的确是少见的天才，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妖孽级的天才。诸位，那小鬼身上有龙脉本源石，我身上的所有宝物也都被他抢夺而去，你们只要救我，那些尽数归你们所有。血雾天尊忍着痛楚大喊起来，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什么龙脉本源石？听闻龙脉本源石5个字，那4个势力首领神色大变，满脸的意外，同时眼中更是涌现出了贪婪之色。血雾天尊，你此话当真？随后他们再度对血雾天尊问道，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难以置信了。本来他们与龙道之分道扬镳之后，便已经放弃了夺取龙脉本源石的希望，他们自认为根本没那个实力找到龙脉本源石。事实上他们来到此地也只是碰巧而已，却不曾想遇到了楚风。更无法想象的是，楚风的身上竟然已经有了龙脉本源石。倘若这是真的，那他们岂不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千真万确，
就在他的身上。血雾天尊说道：“废什么话，直接让他交出来，不交出来就宰了他，我们自己找。”其中一位势力首领恶狠狠地说道。他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一时之间8道目光都是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只是此时他们的目光已是有了变化。先前的他们虽然看楚风不善，但可能是惧怕龙道之，所以并没有动杀心，但是现在则是不然，他们已经动了杀念。那杀念楚风感受得到，从我身上抢夺东西，你们敢吗？然而面对那动了杀念的8个人，楚风却是并不惧怕，反而嗤之以鼻，讽刺一笑：“小鬼，莫要猖狂！你戒灵之术虽然强横，可没有龙道之为你撑腰，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将龙脉本源石交出来，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否则要你狗命！”那4个首领恶狠狠地说道。虽然他们嘴上这样说，但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杀心已起，无论怎样，他都不会放过自己。现在这样说，不过是想更顺利地得到龙脉本源石而已。毕竟戒灵师的手段，他们是知晓的。若楚风不想交出来，他们就算杀了楚风，也很有可能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楚风却并不惧怕。你们以为我是谁？若敢动我，我要你们全族陪葬！楚风此话说完，顿时雷霆涌动，其身体也是发生变化。面对楚风的变化，无论是那4个势力首领，还是4位戒灵师，甚至是整惨遭折磨的血雾天尊，都是目露金色。此时楚风的额头之上涌动着神级雷纹，在其身躯之上更是涌动着雷霆铠甲。而最重要的是，楚风的周身还有4道气焰，隐隐间那4道气焰不仅散发着猛兽的咆哮，更是能够看到4只圣兽的虚影。他们能够感受得到，乃是天赐神力的力量。如果锁至尊境解开雷纹以及雷霆铠甲已是难以置信，那么在掌握如此强大的天级血脉之时，又掌握着天赐神力，那就绝对是闻所未闻了。况且明明在戒灵之术方面也有了那样的逆天成就，怎么可能在修武方面也如此可怕？甚至在他们看来，楚风的修武天赋比戒灵之术还要可怕，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此时此刻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年轻人，一个不足100岁的年轻人，已是散发出了4品至尊的气息，比他们竟只是差了1品境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到底是什么人？此时无论是那4个势力首领，还是4个戒灵师都慌了。先前还杀意满满，准备对楚风下毒手的他们，此刻皆是汗如雨下，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恐惧。直至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不仅天赋过人，其身份也定然不凡。是啊，这样天赋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是寻常之辈？他应该不是祖武星域的人，祖武星域不可能培养得出这样的天才，这定然是来自某个庞然大物的天才。虽是小辈，但这却是一个他们招惹不起的小辈。枪！突然楚风亮出了半成尊兵，隐隐间那半成尊兵之上还有雷霆涌动。虽然那雷霆非常隐晦，可却非常霸道，是一种极为恐怖的雷霆。但亮出半成尊兵之后，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凌厉。现在收手，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后果自负。楚风说道。无论是4个势力首领，还是4位戒灵师，都已说不出话来，他们都被楚风的气势所吓到了。别听他的，此子心狠手辣，你们若放过他，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他根本没有靠山，他乃是虚张声势。当初我也曾被他所骗，你们仔细想一想，他若真的身份超然，又怎会来到这种地方，为了一颗区区龙脉本源石，拼死拼活，冒如此风险杀了他？不然你们都别想。血雾天尊眼见不妙，开始疯狂地大喊起来。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便有一声闷响传来。定目观望，血雾天尊已是灵魂溃散，彻底被杀。而他杀之人，自然便是楚风。话多，楚风淡漠地看了一眼先前血雾天尊所在的方向，随后才看向了那8个人。你们也想找死吗？楚风淡淡地问道。他这句话问得很是随意，但却是威胁十足，少装神弄鬼。那血雾天尊说的对，无论你有没有靠山，今日我们已对你动了杀意，你这种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诸位别与他废话了，直接杀了这个小鬼，否则今日若放了他，就算他身后没有靠山，以他的天赋也是后患无穷。那位老妇人大声说道。与此同时，那4个首领不仅释放出了5品至尊的气息，那磅礴的杀意也是释放而出。尽管都已经决定杀了楚风，并且他们也都动了杀意，但却没有人真正的出手。其实他们还是害怕，他们不想将事做绝，所以都不想做那个杀了楚风的罪人。不过面对这4位5品至尊，楚风却丝毫不惧。眼下楚风不仅手中的半成尊兵隐隐间有雷霆奔腾，就连楚风的身上也同样有雷霆蠕动，只不过有雷霆铠甲的原因，所以那道雷霆不被察觉。但若有所察觉，便会发现那附着在楚风身上与兵器上的雷霆非常的可怕。诸位别拖着了，这样下去我们都没好结果，一起动手吧。眼见其他人都是迟迟不肯出手，无奈之下，那名老妇人再度开口。见此情形，另外3位势力首领也是点了点头，他们也都知道继续拖下去可能会有变故，与其彼此耍心机，还不如速战速决。楚风，别怪我们无情，要怪只能怪你不该拿到那龙脉本源石。此话说完，那4个势力首领的威压便要向楚风压迫而去。可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动手，便有连续8道闷响传来。下一刻，那4个势力首领以及4位戒灵师皆是面如死灰，眼中布满了无尽的恐惧与不安。他们惊愕地发现，那闷响自他们身上传来，向下观望，他们的身上皆是出现了一道血窟窿，而那洞穿的地方正是丹田的位置。他们8个人的丹田皆是被人洞穿，不知悔改的东西。早知你们如此不知悔改，先前就该杀了你们，不该饶你们活到此时。就在这时，
有一道声音自楚风身旁响起，只不过那并不是楚风的声音。顺势观望，楚风顿时面露喜色，因为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便是龙道之。而那重创8人的，自然也就是龙道之。龙城主，饶命啊！我们只是吓一吓楚风，并没有杀他之意。那些人眼见不妙，开始跪地求饶。他们已经放弃逃脱的打算，因为龙道之的威压已经封锁了此地。他们此时能做的便是求饶，对我不敬，可饶你们；但对楚风小友不敬，你们谁都别想活。龙道之说话间，便抬起手来，准备一掌拍下，将这些人全部抹杀。龙前辈，等一下！可谁曾想，楚风竟忽然开口。见楚风开口，龙道之则是一愣，而那些人也同样一愣。他们本以为楚风是想替他们求情呢，但楚风明明没有求情的理由啊！难道楚风竟是如此心善之人？可谁曾想，楚风却说道：“这些人修为不弱，本源有着大用，将他们杀死之前，记得帮我收了他们的本源，待我女王大人醒来也好享用。”原来楚风不是求情，而是想要这些人的本源。听到此话，那8个人差点气得吐出血来。好，就依楚风小友所说。而龙道之此话说完，那手掌便猛然落下，武力如镰刀，似猛兽，落在那被人身上之后，便立刻将那8人撕成了粉碎，死得彻彻底底。当武力收回之时，在龙道之的2只手上分别飘动着2道结界，结界之内包裹着一些东西，其中一股结界包裹着的乃是那8个人身上的所有宝物，而另外一股结界便是那8个人的本源。龙道之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给楚风前辈，这4个界灵师的东西也许对我有用，我就收下了。不过另外4个你的同族，他们身上的东西也许对你有用，我就不要了。至于本源，我要留给我的女王大人，也就不客气了。楚风将4个界灵师的宝物以及本源全部收了起来。见状，龙道之也没有多言，他知道楚风的脾气，楚风不要，他强给也是没用，所以他将那4个势力首领的宝物自己留了下来。正所谓礼尚往来，我收了前辈的好处，也应当给予回礼。前辈，您看这是什么？楚风说话间，将那龙脉本源石拿了出来。楚风小友，你竟真的拿到了龙脉本源石？看到那颗龙脉本源石，龙道之激动的身体都开始颤抖。激动归激动，但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赶忙将那颗龙脉本源石藏了起来。这可是他能够让他重回龙氏的宝物，必须谨慎对待。前辈，我觉得此处的线索应该是假的，龙脉本源石是有，但只有1颗，剩下的3颗根本不存在。楚风说道。根据龙道之之前所说，此处的龙脉本源石应该有4颗，楚风已经得到1颗，按理来说应该还有3颗，但楚风此时基本断定，另外3颗根本就不存在。楚风小友为何如此确定？对于楚风此话，龙道之却有些不解。在他看来，龙氏的人应该不会骗他们才对。自从进入此处，我就感受到了龙脉本源石的气息，但只有这一处。我本来以为4颗龙脉本源石都在这里，但我发现此处只有1颗。现在这颗龙脉本源石被我们拿到了，就再也感受不到其他气息，所以我断定此处应该没有其他龙脉本源石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我们进入此处之前，就已经有人将其他3颗龙脉本源石拿走了。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龙脉本源石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我们虽然进入这无尽深渊的时间是稍微晚了一点，但也只是晚了一点而已。他们应该就算发现龙脉本源石，也不应该那么快就拿到才对。楚风说道。的确是有些蹊跷，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我只需要1颗龙脉本源石就可以重回龙氏。不过今日多亏楚风小友，否则我定然是要与这龙脉本源石失之交臂。我龙道之真是欠了楚风小友天大的人情，不知该如何偿还。龙道之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充满感激，毕竟回归龙氏可是他们祖武龙城祖祖辈辈的梦想，但今日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全靠楚风前辈，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点小忙何足挂齿。不过前辈，您是如何找到此处的？难道是碰巧路过吗？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觉得他能遇到那8个人，说是巧合倒还能理解，可龙道之刚好出现此处，若也是巧合，就太过离谱了一些。我是被那诡异的飓风卷过来的。龙道之说道。前辈是一直在飓风之中，还是后来又遇到了那飓风？楚风问道。是又遇到的，第一次与你分开之后，我就一直找寻你的下落，但一直找不到。但没过多久，我又遇到了那诡异的飓风，而当飓风消散之时，我就感受到了你的气息，来到此地，刚好遇见了那8个混账，想要对你不利。说起来还真是有些奇怪，就好像那飓风是特意让我来救你一般。龙道之也是觉得有些太过巧合。是啊，这飓风还真是有些诡异。楚风眉头皱起，陷入了思考之中。也许是巧合吧，毕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可是听闻，非一个父母，但却也有着长相一模一样，甚至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人。龙道之说道。也对，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笑了笑，他倒也觉得龙道之说的很对。反正不管那飓风是巧合也罢，还是暗藏玄机也罢，既然是对他们有利的，那也是好事一件。楚风小友，你可知道我们该如何离开此地？龙道之问道。如今已经得到了龙脉本源石，龙道之便想尽快离开此地，将龙脉本源石交给龙氏的人。龙前辈，这点不用担心，此处只是看上去危险，实则并没有那么可怕。至于离开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据我观察，待时间到了，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出此处，想留下都不行。楚风说道。那要多久？龙道之问道。应该快了。楚风说道。那便好，那便好啊。龙道之甚是高兴。等待的时间，楚风也没有与龙道之过多的闲聊，他开始研究那血雾天尊的那把血色浮尘。这把血色浮尘非常不简单，血雾天尊的戒灵之术虽然强横，
但能够在各个阵法之中夺取先机，靠的却是这把血色浮尘。而这把浮尘握在手中，楚风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把浮尘的厉害。这把浮尘具有灵性，但却无法与其沟通，而其所蕴含的力量不仅强大，更是有些神秘，让楚风有些捉摸不透。但能确定的是，这把浮尘虽然厉害，但现在却无法为楚风所用。想要使用这把浮尘，还需要让这把浮尘认主才行。可常规的认主方法对这把浮尘却又没用，所以楚风才要研究一下天师浮尘。很快，楚风注意到这把浮尘原来有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却非常的隐秘，若不仔细观察，还真就找不到。但是那字体却充满了力量与韵味，甚至还暗藏奥秘。一番仔细观察之后，楚风发现天师浮尘4个字的确不简单，甚至天师浮尘的一些秘密就藏在这4个字之中。我知道了。忽然，楚风面露喜色，他知道该如何掌握这把天师浮尘了，只不过却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个代价楚风却自觉能够承受。楚风打开界灵之门，将那天师浮尘竟然进入了楚风的界灵空间之中。进入界灵空间之后，天师浮尘便在界灵空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此物搅动风云。那天师浮尘就犹如一个黑洞，开始源源不断的吸收楚风的精神力。楚风的精神力很快便被这天师浮尘吸收殆尽。不过所幸精神力和体力一样是可以恢复的，可是恢复出来的精神力也会立刻被天师浮尘所吸收。虽然天师浮尘在界灵空间之内并未对女王大人他们造成影响，但却在疯狂地吞噬楚风的精神力，甚至吸收得干干净净，可以说是一点精神力都不给楚风留下。不过对此楚风并未有过太大的担心，楚风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据传闻，一些好的兵器需要主人的血来祭奠才能使用它的力量，那叫滴血认主。而这把天师浮尘不是武者兵器，而是界灵师的法宝，所以他需要楚风的精神力祭奠，才能让楚风得到他的力量。忽然，周遭的空间一阵剧烈蠕动，紧接着那震动越来越强，天塌地陷，就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要崩塌碎裂。但对此一幕，楚风和龙道之却并未惧怕，尤其是龙道之更是兴奋地站起身来。他们都知道，这时那传送的力量开始出现了，他们将离开这座无尽深渊。果不其然，伴随着周遭一切变得模糊，楚风和龙道之很快便离开了无尽深渊。只不过当他们两个重新返回地面之时，却发现他们二人所在的地方有些特别。这里并非是无尽深渊入口的地方，这是一座结界阵法之中，他们被封锁在了这结界阵法之内。而结界阵法封锁效果极强，楚风和龙道之都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这座结界阵法之内却有一个人，此人就好像是在等待着楚风和龙道之。那是一位老者，留着长长的胡须，但无论头发和胡须都是黄色，看上去道骨仙风，如同仙人一般，面容也是非常的和善。但当他看到龙道之和楚风之后，眼中却是闪过了一抹意外。属下龙道之拜见通和大人。龙道之赶忙跪在地上，他施以大礼。楚风能够理解，因为这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身上穿着一件特殊的长袍，并且腰间还挂着龙氏的令牌，显然他是龙氏的人。但龙道之能够说出的他的名字，则是让楚风知道龙道之是知道这位老者的身份。晚辈拜见通和大人。虽然楚风不知道这位所谓的通和大人到底有多大本事，但见龙道之如此敬重，楚风也不敢怠慢，也是施以一礼。而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也映入楚风耳帘，那是龙道之的声音。龙道之是知道楚风不了解眼前这位通和大人，可能是怕楚风说错话，所以特意暗中传音为楚风讲述此人身份。此人乃是龙氏内的一位长老，平日里与龙道之他们这些被遗弃之人打交道。这通和大人可以说是级别最高的一位。虽然之前龙氏族人一直没有露面，但先前在战船之内开口说话的那位大人就是这位通和大人。龙道之若没有猜错，此次无尽深渊这件事应该就是通和大人所主持的。龙氏虽然来了不少人，但通和大人仍是其中最强的一位。起来吧。那通和大人挥了挥手，随后便看向龙道之。老夫若没有记错，你叫做龙道之吧？通和大人对龙道之问道。只是他此话问出的时候却有些不太确定。虽然龙道之对这通和大人极为了解，但显然这位通和大人对于龙道之并不太了解，否则他也不会连龙道之的名字都无法确定了。回大人，属下正是叫做龙道之，来自祖武星域的祖武龙城。龙道之说道。哦，那你们拿到了龙脉本源石吗？那通和大人问道。拿到了，大人您看。龙道之甚是激动，说话间便将那颗龙脉本源石取出，递给了通和大人。竟然真的是龙脉本源石。看到这颗龙脉本源石，那通和大人眼中再度闪过一抹意外。他之所以意外，应该是他觉得龙道之这种人不应该拿到龙脉本源石才对。大人，晚辈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疑问？此时楚风忽然开口。你有何事不明？不妨问问。那通和大人问道。晚辈想知道这龙脉本源石是只有一颗吗？楚风问道。当然不是，龙脉本源石共有4颗。通和大人说道。那其他3颗是被其他人拿走了吗？楚风再度问道。实不相瞒，只有你们拿到了龙脉本源石，其他人都没有找到那龙脉本源石。好了，你们莫要离开，稍等一下，等一下会公开宣布祖武龙城回归龙氏的消息。那通和大人此话说完便消失不见，伴随着他的消失，这守护阵法也是随之消失。楚风和龙道之发现他们其实就位于无尽深渊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而此时无尽深渊入口处，楚风也是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比如那9道龙门的人。看样子不仅是楚风和龙道之他们回来了，无尽深渊内的其他人也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那无尽深渊的守护阵法消失了，而无尽深渊看上去也没有了任何危险的气息。楚风觉得无尽深渊应该已经不再是藏匿至宝之地，此地已经沦落为了平凡的土地。尽管无尽深渊的阵法力量消失了，但龙氏的人绝对是掌握了此处的一些力量的，否则他们不可能知道是谁拿到了龙脉本源石，也不可能运用无尽深渊内的力量，将拿到了龙脉本源石的龙道之以及楚风传送到了刚刚的阵法之中，单独与楚风和龙道之见了面。可楚风却觉得龙氏的举动有些多此一举。当看到龙道之和楚风出现之后，梁丘大师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便赶忙围了上来，纷纷询问无尽深渊内的遭遇如何。而龙道之更是将他们已经拿到龙脉本源石的消息告诉了梁丘大师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得知这个消息，祖武龙城的众人一个个的兴奋不已，甚至有人更是激动的泪如雨下，连大鼻涕都哭了出来，更是有人激动的昏了过去。看得出来，重归龙氏对他们而言是怎样的荣耀。你们怕是想回到龙氏，想疯了吧？也不撒泼尿看看，就你们这个德行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可是很快便有讽刺的声音响起，那是其他势力的人，他们就在龙道之等人周围，所以对于龙道之刚刚的话，他们也是听入耳中，但他们却并不觉得龙道之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所以才会挖苦嘲讽。不过对于那些人的挖苦和嘲讽，龙道之与祖武龙城的人也不与他们争辩，毕竟龙道之很清楚，很快通和大人就会公开宣布他祖武龙城回归龙氏这件事情，事实胜于雄辩。那个时候，现在嘲讽他们的人自然会知道真相，真相会狠狠地打他们的脸。龙前辈，不知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我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只是楚风却突然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龙道之开口了。哪里不对劲？龙道之问道。龙氏之人就在此处，我们完全可以当众将龙脉本源石拿出，有龙氏之人在此，没有人敢撒野，更没有人敢抢夺你的龙脉本源石。那位通和大人没必要特意将我们二人叫到他的身边，让我们单独与他见面。楚风说道。楚风，我们毕竟拿到了龙脉本源石，得此礼遇，难道不是应该吗？龙道之笑着说道。既是礼遇，为何不将我们请到战船之内，或者干脆让我们跟着他，反而让我们在此处等着呢？楚风问道。这你就不懂了，龙氏终归是龙氏，那龙氏的战船可不是随随便便能登上的。不过我马上就要回归龙氏，也许日后会有这个机会。好了，别乱想了。龙道之说完此话，便继续抬头看向龙氏战船，眼中充满了期待。见龙道之这样，楚风也不好多说什么。事实上，就算有何不妥，楚风也没有办法改变。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楚风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就算龙氏真的想耍手段，他们也是无力改变，只能认命。只是他仍是觉得有些蹊跷。忽然，周围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甚至所有抬头观望的人都是赶忙施以大礼。紧接着，龙道之等祖武龙城的众人也是纷纷施以大礼。原来是自那战船之内有人走了出来，是通和大人。你们真的很令老夫失望。龙脉本源石对我龙氏族人来说，乃是修炼至宝中最为珍贵的辅助材料之一。我龙氏本可轻易的将他们拿到，但将此机会给你们，就是希望从你们之中筛选出一些人才，为我龙氏所用。可是你们却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你们看看那无尽深渊，现在可还有一丝灵气。你们错过了重回龙氏的机会不要紧，但那没有拿到的龙脉本源石以及其他修炼之宝也是随之消散。我龙氏为了给你们机会，白白浪费了如此珍贵的修炼资源，你们可知罪？通和大人开口了，但面容却极为严厉，话语之中更是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而此时，楚风等人也是明白，为何无尽深渊会忽然变得如此平凡。听通和大人的意思，这无尽深渊开启之后，应该是有时限的，时限之内若是不能将无尽深渊内的宝物尽数拿到，那么无尽深渊内的宝物便会消散。当宝物消散了，阵法也就消散了，也就难怪这无尽深渊会忽然变得如此平凡。而被通和大人一番斥责，下方那些所有被龙氏遗弃的人都是一脸的惭愧。他们很清楚，能够等到龙氏给予他们这个机会是多么的困难，可这个机会来了之后，他们却没能好好的把握。看通和大人这生气的模样，很可能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想到这里，他们更加痛心了。不过好在还是有人争气的，龙脉本源石虽然浪费了3颗，但还有1颗被人找到了。总归此次精心准备，还是筛选出了人才，总归还是有人没有浪费我龙氏的一番苦心。通和大人再度说道。而此时他的语气有了变化，话语之中有了一丝欣慰。竟然有人拿到了龙脉本源石，是谁啊？定然是很厉害的家伙吧？定然是9道龙门，只有他们有这个实力拿到龙脉本源石，也不一定的。但不管是谁，都绝对不是寻常之辈。此一时，下方的人群之中已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都觉得那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的人，定然是极为厉害的角色。毕竟他们很多人连无尽深渊都无法进入，而进入无尽深渊的人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龙脉本源石有多么难以寻找，甚至许多人进去了就没有再活着出来。那无尽深渊有多危险，已是无需多言。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有人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他们是既羡慕又嫉妒，同时也很佩服。而听闻来自四面八方那夸赞的声音，龙道之则是非常得意。在他看来，这很可能是他活到这么大最为光荣的一次。而看到龙道之那得意的模样，再听闻通和大人的话，先前那些讽刺龙道之的人则是有些慌了。他们害怕了，倘若龙道之真的拿到了龙脉本源石，那么祖武龙城就不再是来自祖武星域的垃圾势力，而是龙氏族人。那他们刚刚那些讽刺的话语，可就是彻底将龙道之他们得罪了呀。老夫宣布，9道龙门从今日起重回龙氏。终于，通和大人开口了。只是他开口之后，龙道之和祖武龙城的众人却是傻眼了。
怎么会是九道龙门呢？那颗龙脉本源石明明是龙道之亲手交给通和大人的啊！但相比于龙道之和楚风，其他人却没有太多的意外。毕竟在场之中，九道龙门实力最强。若要说拿到龙脉本源石，他们也的确是最有可能的人。但这个结果却让那些先前嘲讽龙道之的人更加得意起来。果然，他们是想回到龙氏想疯了。我就说嘛，这群废物能进入无尽深渊已是运气，怎么可能拿到龙脉本源石？真是可笑。此时，那些先前还担忧的人开始毫不客气地挖苦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但是对于这些恶毒的语言，龙道之已经完全不在乎了。他现在脑海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将龙脉本源石交给通和大人的是他，但为什么却是九道龙门成为了重归龙氏的人？这不应该是这样的，搞错了，这也许是搞错了。大人，通和大人，不对，这不对啊！想到这里，龙道之拔空而起，向通和大人飞掠而去。他是想要讨个说法，然而他还未靠近，便有一股威压从战车之内释放而出，将龙道之拦了下来。那威压极强，哪怕龙道之也是无法逾越。紧接着，更是有两道身影从战车之内飞落而下，那是龙氏之人。他们不仅来到龙道之身前，更是抽出兵刃，将兵刃落在了龙道之的脖颈之上。尔等身份不配靠近通和大人，速速退下，否则要你狗命！那两位龙氏族人狠狠地说道。而通和大人也是看了龙道之一眼，只是目光之中充满了淡漠，甚至陌生，就好像他根本不认识龙道之一般。这一幕让楚风知道，他们果然是被骗了。但骗他们的人不是其他人，就是这位通和大人。这样一来，一切就解释通了。通和大人故意暗中接见楚风和龙道之，且拿走龙脉本源石。这样一来，除他之外，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那颗龙脉本源石是龙道之拿到的。而现在，这通和大人将回归龙氏的资格给予了九道龙门，多半是九道龙门给予了通和大人好处，或者他们本身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毕竟之前龙小小和他的爷爷就告诉过楚风，九道龙门与龙氏关系不一般。至于楚风和龙道之，乃是被人利用了。于是楚风赶忙暗中传音给龙道之：龙前辈，算了，别与他们争辩了。现在龙脉本源石在通和手中，你空口无凭，说什么都没有人会信你。况且这龙氏太过卑鄙，这样的龙氏不值得您这样做。楚风是想劝龙道之，因为龙氏太过霸道，而龙道之又无法证明那颗龙脉本源石是他交给通和大人的。这种情况下，硬想要讨个说法，根本讨不到，只是自讨苦吃。可龙道之却并未退下，他此时一脸委屈，眼中更是有泪花涌动。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毕竟回归龙氏乃是他毕生梦想。所以看着虚空之上那高高在上的通和大人，龙道之还是开口了：通和大人，不该是这样的，那颗龙脉本源石明明是我给您的呀，难道不该是我祖武龙城重归龙氏，怎会变成那九道龙门呢？是不是哪里弄错了？通和大人，您是宣布错了吗？龙道之不停地追问着，他还抱有一丝希望。错了，若真是这样，那倒好了，只是可惜结果并非如此。他给的这个人是疯了吧？此时下方已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紧接着又是一阵哄笑响彻开来。先前龙道之对自己族人说他拿到了龙脉本源石，只是周围的一些人听到了，但现在他的话却是被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但几乎没有人相信龙道之的话，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在人们看来，龙道之没有这个本事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所以他们与之前那些人一样，都觉得龙道之是想回到龙氏想疯了。在众人眼中，龙道之成为了一个笑话。想回到龙氏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也要凭真正的本事，只是妄想永远不可能回到龙氏。退下吧，不要丢人现眼。通和大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已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故意的，一切都是故意的。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一切，不仅仅是龙道之，无论是谁拿到了这龙脉本源石，都是相同的结果。从一开始，通和大人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九道龙门重归龙氏早已内定，除非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拿到龙脉本源石，否则只要有人拿到了，不管是谁拿的，都要给九道龙门做嫁衣。龙道之又不傻，他岂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不甘心啊，于是他再度开口了：大人，明明是我亲自将龙脉本源石交给您的，您难道不记得了吗？龙道之继续说道。听到这里，那通和大人的目光明显变得不善。你的意思是我收了你的龙脉本源石，但却将这个功劳归于了九道龙门？通和大人凝声问道。所有人都听得出来，他的话语之中充满了不善和怒意。这个时候，已经不只是楚风暗中传音劝阻龙道之了，梁丘大师以及祖武龙城的所有人都在暗中传音劝阻龙道之。他们都知道龙道之不该继续说下去了，就算他说的是真的，但也不能继续了，否则会有灾祸降临。大家知道的，龙道之也明白，所以他也有些犹豫了。他藏在袖中的双拳握得滋滋作响，但最终他的眼中还是涌现出了一抹决意。大人，属下不敢怪罪大人，只是那龙脉本源石的确是属下找到的，属下真的很想回归龙氏，而属下也做到了龙氏所要求的一切，希望大人能够公平公正，给予属下一个交代。龙道之此话说完，便跪在了虚空之上。你这种废物，老夫给你什么交代？滚！可谁曾想，那通和大人却是怒喝一声。与此同时，他手指对着龙道之一指，顿时有一道流光飞掠而出，那是一把五力飞剑。那飞剑划破虚空，直奔龙道之飞掠而去。五力飞剑速度极快，楚风等人的修为根本就无法看清。
当楚风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龙道之的肉身已被洞穿，而那洞穿的地方竟是丹田。被重创之后，龙道之也是失去御空之力，正自高空之上坠落而下。老实讲，只是说了实话，却遭到如此待遇，龙道之极其可怜。只是对于这一幕，众人却没有一丝怜悯，反而都觉得龙道之是活该。许多人更是出言嘲讽，但别人不管龙道之，楚风和祖武龙城的众人则是不能袖手旁观，眼见不妙，他们赶忙御空而起，将龙道之接住后才飞落而下。尤其楚风和梁丘大师更是赶忙运用结界之力，布置阵法封锁住龙道之的伤口，为龙道之疗伤。龙道之的伤可是不轻，那通和大人出手，虽只是教训龙道之，但却也没有手下留情。不过好在楚风的戒灵之术还算精湛，再有梁丘大人帮忙，现在疗伤的话为时不晚。龙道之的修为还保得住，但若是继续拖下去，龙道之的修为就必将受损，甚至将永久性的受损。通和大人，您骗我，您骗我呀！那龙脉本原石明明是我给您的，不是九道龙门啊，您为何要这样做？为何如此不公？如此不公！然而龙道之却顾不得伤势，仍在呼喊着。只不过因为他身负重创，太过虚弱，所以此时的声音也是非常虚弱。这些话倒是并没有再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不过龙道之却早已是泪流满面，他已经近乎崩溃了。本以为他可以回归龙氏，却不曾想这样被人戏耍，辛辛苦苦竟给别人做了嫁衣。他已经明白楚风的怀疑不是多余的，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之前那般敬重的通和大人竟会如此卑鄙，竟然将原本属于他的席位给了他人。城主大人，您别说了，再说他们会杀了您的。这样的龙氏，我们不回了还不行吗？祖武龙城的众人纷纷劝道，甚至有人太过着急，更是伸手捂住了龙道之的嘴巴。尽管龙道之的声音很是虚弱，但他们害怕呀，害怕龙道之的声音被人听到，若真的惹怒了通和大人，那龙道之可能就要性命不保了。前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日之仇我们来日再报。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龙道之说道，只是龙道之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自顾自地说着，同时眼中的泪水不住地流下，那个状态已经近乎疯了。看到这样的龙道之，楚风极为心疼，若不是寄予厚望，又岂会如此悲凉？楚风便抬头看了一眼那高高在上的通和大人，眼中闪过了一抹冰冷。今日之事不仅仅是龙道之的事，毕竟那颗龙脉本原石是楚风找到的，就算不考虑龙道之，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所谓的通和大人。虽然现在无法奈何于他，但是日后楚风一定会将今日的债加倍讨回来。龙道之只是一个插曲，在大部分人眼中不过是一个笑话，所以龙道之被重创之后，倒是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此时人们都将目光凝聚于虚空之上，眼下九道龙门的所有人都来到了虚空之上，整齐地站在了通和大人的面前，而通和大人更是取出了多个龙氏族人的身份令牌，一一递交到九道龙门众位族人手中。看到那龙氏令牌，许多人都双眼放光，对九道龙门羡慕不已。这是何等的荣誉啊！最重要的是，龙氏令牌乃是下方众人毕生梦想，在许多人眼中，哪怕不能回归龙氏，但是赐予一道龙氏令牌，那也是极大的荣耀啊！可现在这样珍贵的令牌，九道龙门族人竟人手一个，并且通和大人还递给了九道龙门门主一个乾坤袋，那乾坤袋内皆是龙氏令牌。这龙氏令牌不仅在场的九道龙门族人有，九道龙门没有到场的人也有。九道龙门从今日起就真的回归到了龙氏，成为了龙氏的一份子。从今以后，这圣光天河，谁还敢对九道龙门不敬？从现在起，九道龙门便不复存在。你们都是我龙氏族人，而我龙氏族人向来只容得下我们欺凌他人，绝容不得族人被人欺凌。可偏偏有人今日却挑战了我龙氏的威严。忽然，通和大人开口说道，说话之时，那冷冽的目光更是扫向下方。听得此话，众人面面相觑，可最终却都将目光投向了祖武龙城这一边，挑战龙氏威严。谁有这样的胆子？在场之中没有人敢这样做。但若非要说的话，龙道之先前的确是挑战了龙氏的威严，并且还是挑战了高高在上的通和大人。通和大人忽然说出这番话，显然是不打算善罢甘休。于是不少人幸灾乐祸，他们都觉得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的人死定了，来人把他们带上来。可忽然通和大人却是收回目光，且大袖一挥。通和大人开口之后，便有龙氏族人从战船之内飞掠而出，只不过龙氏族人的手中却拖着两个人。看到那两个人之后，在场的其他人皆是一脸茫然，他们都不认识这两个人。但楚风看到这两个人之后，却是心中一紧。这两个人，楚风认的，那是一个老者和一个少年。老者名为龙不生，少年名为龙晓。这两个人正是楚风在无尽深渊内所遇到的那两位。该死，忘记这一点了。楚风当日戏耍九道龙门的少门主，自己伪装了起来，但是这老者和少年却并没有。楚风没有想到九道龙门的本事竟然这么大，让龙氏为他们出头，甚至直接将这老者和少年抓了起来。这两个人挑战我龙氏族人威严，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而那真正的罪魁祸首就在此处。通和大人说话间，再度将目光扫向下方。我希望那个罪魁祸首可以站出来，不要让你的同伴因你而遭受牵连。你若胆敢站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但你若不站出来，那你的两个同伴就要因你而死，而你，我迟早也会找到，逃到天涯海角，你都是难逃一死。通和大人冷冷地说道。而他所说的人，自然就是楚风。只不过当时楚风是伪装了面容的，所以若是按照楚风当时的面容找，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楚风的。只见
通和大人手臂一挥，便有磅礴的武力自其袖口掠出，武力变化化作无数把飞剑，将那跪在虚空之上的龙不生以及龙小围了起来。他可不是开玩笑的，楚风若再不站出去，那些飞剑就会刺向龙不生以及龙小，而那些武力飞剑威力极强，足以夺走这对祖孙俩的性命。见此情形，楚风实在无法袖手旁观，否则良心难安。梁丘大师，龙前辈的伤就交给您了。楚风对梁丘大师说完此话，便站起身来，御空而行，向通和大人的方向走去。楚风，你干嘛去？别犯傻，快回来！见楚风竟向龙氏方向行去，不明真相的梁丘大师等人还都以为楚风是想替龙道之讨个公道，纷纷对楚风劝解。可谁曾想，楚风不仅不理会他们的劝阻，反而忽然凝声开口：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想算账，就都算在我的身上。我与九道龙门的恩怨与他人无关。楚风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一时间在场的所有目光都落在了楚风身上，就连高高在上的龙氏之人也同样看向楚风。难道那罪魁祸首就是他？众人纷纷打量起楚风，眼中充满了意外与好奇。毕竟除了九道龙门的人以及楚风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楚风与九道龙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连龙道之他们也不知道。我要找的人不是你，你是出来做替死鬼的吗？九道龙门的少门主龙上松仔细打量了楚风一番后，却摇了摇头：不是我，你再仔细看看。楚风再度开口之时，声音就有了变化，紧接着楚风的容貌也是发生了变化，而变化后的面容正是当日楚风戏耍九道龙门少门主时的面容。真的是你？难怪找不到你，原来是伪装了面容。你这卑鄙小人，竟敢戏耍于我！今日必要你命！认出楚风之后，九道龙门少门主立刻气得咬牙切齿，说话间便亮出半成尊兵，想直接了断了楚风。可就他将要出手之际，却有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了九道龙门少门主的身上。感受到这个目光之后，他立刻闭上了嘴巴，并且收回了自己的威压，甚至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因为这道冰冷的目光乃是来自通和大人的。通和大人不管背地里如何卑鄙，但是表面上他还是要维护正面形象的。既然他说了，只要罪魁祸首敢露面，就不要其命，自然也是要说到做到，岂能容这九道龙门少门主直接杀了楚风？就在这时，一个耳光猛然落下，落在了九道龙门少门主的脸上。这一巴掌可不轻，直接把九道龙门少门主的脸都打变形了。但九道龙门少门主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是他的父亲九道龙门的门主，混账东西，这里哪轮对着你说话？九道龙门门主怒喝道：其实他是为自己的儿子好，他若是不教训，那其他人也会教训，毕竟那可是通和大人啊。算了，龙氏族人不难为龙氏族人，让你儿子再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我龙氏向来赏罚分明，绝不滥杀无辜。通和大人说道。通和大人，就是他没错了，他化成灰我都认得。龙上松说道。化成灰都认得，那刚刚为何没有从人群之中将他找出来？通和大人问道。回大人，这个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不然我也不会被他戏耍。龙上松说道。好了，我会为你做主。通和大人说话间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你也算有胆量，而我也是说话算话，今日我不会要你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过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你，你将这颗丹药吞下就滚吧。通和大人说话间取出一颗丹药，只是看到那颗丹药之后，楚风却是忍不住暗骂畜生。身为界灵师，楚风看得出来，那颗丹药可不仅仅是折磨楚风那么简单，那颗丹药非常的恐怖，楚风若是服下，会被折磨许久，除非有解药，否则就会被活活折磨致死。什么狗屁死罪可免，这分明就是要楚风的性命，并且还是让楚风不得好死那种。通和大人，你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光明正大的拿出一颗必死的毒丹给我，又说饶我一命，这样做有些不妥吧？楚风说道。这的确是毒丹，但不至于要你性命。有胆耍人，没胆吃药，看来是老夫高看你了。通和大人讽刺地说道。这明明就是必死的毒丹，在场这么多界灵师，谁看不出来？楚风说道。然而听了楚风的话，那通和大人反而忽然眯起了双眼，这才说道：那你倒是让他们说说，这到底是一颗怎样的丹药？而通和大人此话说完，还不待楚风去问，下方便响起多道声音：此丹不致命，老夫用性命担保，的确不致命，只是简单的教训一下人的丹药罢了。这个懦夫自己胆小，还敢诬陷通和大人，真是该斩！大人，杀了他吧，此等小人不可留。只是下方传来的声音之中，却没有一个是帮楚风说话的。楚风知道他们一定看得出来这毒丹的厉害，但是他们不敢违背通和大人，所以就算知道真相，也不敢说出来。通和大人，他的确是戏耍了九道龙门的少主不假，可是那九道龙门的少主先抢我们的龙脉阴阳石，那龙脉阴阳石对我来说极为重要，不能那样被他们抢去。无可奈何之下，这位恩公才出此下策，这不怪我们，不对的是他们啊！就算他如今已是你龙氏族人，你也不当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包庇于他。然而就在大部分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时候，那龙小却忽然开口了。紧接着龙小的爷爷也是随之开口，讲述当日的情形。这对爷孙俩是想通过讲述真相引起在场之人的注意，希望能够让事情发生扭转，但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的是真相如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之中没有人敢违背通和大人，在场围观的人没有人在乎真相，他们只想拍通和大人马屁。无论通和大人作何决定，只要没有对他们不利，那他们都会赞同，哪怕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他们也无所谓。更何况是真的得罪了龙氏的人呢？冥顽不灵，到此时候竟然还在狡辩。当严惩
果然，龙晓与他爷爷的一番话引起了通和大人的不满。通和大人话音落下，那围绕着龙晓以及他爷爷的无数把武力长剑便立刻变化，化作了无数把武力掌鞭，紧接着便不断落在了龙晓以及他爷爷身上。